当乌苏里江上洒满阳光时，帕米尔高原仍是满天星斗。我第一次接触到这句话，应该是在初中的时候。从中国东极抚远到中国西极乌恰，两地直线距离4800多公里，差不多是从喀什到维也纳的距离。而这样的距离，借助我国16多万公里的发达的铁路网，搭火车从东经134度的抚远一路坐到东经76度的中国最西火车站阿克陶站，也并不是什么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那么，欢迎来到中国东极抚远，我们的旅程马上开始。所以，本期视频您将看到中国东极。苦透苦透，肉食天堂，风吹草低。3:20，准备出发去看日出。抚远这个地方，光说一个经度的数字，大家可能感觉不出来这里到底有多靠东。这么说吧，今天这里的日出时间是北京时间4点半左右，朝鲜和韩国都在我们的西南方，而我们的正南方向是日本的明石市，隔壁就是神户。从抚远市区到乌苏里江边的东极广场有40公里的路程，我们得抓紧时间赶过去。而随着我们离东极广场越来越近，天色也越来越亮，太阳即将升起，清晨的金光即将重回中华大地。抵达广场时，东方的地平线上仍然笼罩着云团。听旁边的大哥说，他已经在抚远蹲了1个星期，每天都在下雨。现在这样，甚至已经算是好天气了。而随着日出的时间越来越近，云中间突然裂开了一道缝，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精准地穿过这道缝隙，将整个东极广场连同等待的人群都笼罩在一片温暖的金色之中。新的一天开始了。看完日出，离黑瞎子岛景区开门还有好几个小时，就可以去旁边的东方第一哨看一看，也可以回市区休息一下，逛逛鱼市。这边的鱼都是冷水鱼，有些品种平时在内地菜市场能见到，但也有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本地鱼。比如我们这次就尝试了一下锅包狗鱼，虽然听起来很怪，但狗鱼的味道很干净，完全没有任何杂味，特别好吃。连平时不善吃鱼的8816都大快朵颐了好几块。话说回来，通常来讲，去黑瞎子岛看大狗熊呲牙是来抚远玩必不可少的项目。而如果你的运气够好，赶上长距离观光船开行，你甚至可以坐船沿着乌苏里江顺流而下，前往地理意义上真正的中国东极，顺便欣赏一下俄罗斯远东最大城市伯利的风光。好的，各位早上中午晚上好，我是虾。那么我们现在呢正在乌苏里江上，身后就是伯利。那么我们正在接近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主航道的交汇点，也就是我国地理意义上的东极点。那么我们的横贯之旅就要从这里开始。但有一说一，伯利的建筑风格依然只能说是比较漂亮的苏联方块楼，给人一种重新刷过漆的北京北三环的感觉。回到抚远站，要我说还是这个2012年建成的中式俄国风站房看着比较舒服。这里是中国最东客运火车站，但并不是中国最东边的火车站。最东火车站是距离这里9公里的抚远东站，一会儿我们就会路过。我们即将乘坐快7066次前往哈尔滨，然后换成动566次前往通辽，稍事休息后换成快1568次在白天穿过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到达包头，并享用美味的羊肉烧麦，再搭乘快655次前往西安。简单观光2天后，坐上全行程最长的特269次，历经2个晚上直接通到喀什，最后坐上7557次抵达中国最西火车站阿克陶站，并前往中国西极乌恰送别中国最后一缕阳光。全程7655公里，途经前府县、福田县、嘉富县、绥家县、滨北县、3个戍县、京哈高铁、新隆客专、通霍县、吉中县、吉二县、京包县、京包客专、包西县、陇海县、兰西县、兰新客专、大黑尔连罗县、南江县、喀河县，历时7天。但愿阿克陶下车时，我依然活蹦乱跳。抚远的蔓越莓产业其实是近几年刚刚兴起的一个新兴的产业，他们是应该是研究了10多年，终于在抚远这个地方把蔓越莓做到了大规模的机械化种植。这次来抚远也算是有一些慕名而来了，所以我们来尝尝抚远的本地的蔓越莓产品做出来会是什么味道。我觉得应该会非常好吃。抚远的名产当然不止蔓越莓，本地的冷水鱼在经过加强包装后也可以带上货车，甚至你在排队等着上车的时候，前面可能就有一条如果没有袋子限制，一定在嘣嘣乱蹦的大李子鱼。不过往火车上带活物一定得包装好，不然事情可能会朝着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你上次是见一啥？不知道哪一年，不是我见的啊。这个网上有个新闻报道说有人带了活螃蟹上车，结果好巧不巧这个螃蟹跑了，开一半螃蟹跑，然后满车找。
今年7月的时候，福远承办了第7届黑龙江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大会还依据福远的谐音“福源”，专门设计了福富和圆圆一熊一鱼2个吉祥物。虽然视频拍摄时已经是9月，但车厢上仍然贴着大会口号和2个非常可爱的吉祥物。今天的本物机车是东风110063，配属哈尔滨铁路局佳木斯机务段。哈局这些线网末端的芒昌线仍然是内燃机车的天下，毕竟这边冬天非常冷，数9寒冬里，内燃机车用起来还是比电力机车要靠谱的。欢迎乘车，我们是在12306放票的那一刻就买了票，成功躲开了加1车，也就是隔壁那节还在用内凹窗、岁数可能比我还要大的第1代软卧25改。然后我们就喜提了1号包厢的2个下铺，正统转向架雅间，车轮就在底下。今天晚上肯定能清晰地感受到每一段铁轨的性格了，但愿车子的闸瓦能对我温柔点。到点了，走了。16点45分，快7066次准点由福远站发车，驶往福远东站方向。今晚我们将行驶973公里，并于明天早上7点半左右抵达哈尔滨东站。列车发车之后会往东拐一下，通过一段直道后进入一个90度左右的大弯。这个弯道的顶点就是中国铁路最东点，出弯后立刻就是福远东站。福远地处三江平原，也是北大荒的一部分。这里地势非常平坦，又有充足的江水可供灌溉。我们前一天从哈尔滨飞过来的时候，下方的农田真的是字面意义上的一望无际，1个多小时的飞行中全程都没有中断过。而现在列车正行驶在田野深处，窗外2侧都是连绵不绝的蔓越莓田、水稻田和玉米田，在黑土地的滋养下，将丰收的喜悦分享给列车上的每一位旅人。所以我们横贯的旅程就这么开始了。欢迎乘坐快7066次的软卧25G 车厢啊！我们非常顺利的拿到了这个车的2张下铺，但是很可惜，这里是1铺和3铺，也就是第1个包厢。也就是说，我现在脚底下是1、2、3，对，4个轱辘。今天晚上的睡眠质量，哈哈。不过这个车其实车况还是挺好的。当然，整个的这些乱七八糟东西就是一个正常的25改的布局。然后，这种比较老的25改的话，它用的还是就巨大的交叉板。我还没有看清楚这个车底是不是那种跑墨盒那样的高寒车底。但是这个车3拉门的话记不清了。然后在后面的话，这真是我特别喜欢这次这个吉祥物，一个熊，然后一个应该是大马哈鱼。用的是应该是赫哲族的装扮，我特别喜欢这个吉祥物。这次灯的话就1、2、3，哎，这手感是不错的。而且这个车没有屏幕，没有网兜的痕迹。上次改的还挺彻底啊。插座在下边，对，虽然是比较老的这个25G，但是还是每一个软卧包厢都有一个插座的。标准5孔，最大功率300瓦。这个现在全国铁应该是统一的。整体上还是不错的。除了现在，不过可能因为这里是，这也不算林区，但是就这边的地质条件所限吧，线路的稳定性并不会像说国家级干线那么好，但是其实也非常稳。本次列车并没有挂载餐车，各位如果来玩的话，一定记得提前买好晚饭。绿皮车没有餐车的话，就意味着连盒饭都没得吃，临时救火就只能靠小推车卖的方便面了。虽然我提前准备的晚餐其实也是泡面吧，不过福远的小卖部竟然还会有沙茶泡面这种高度福建本地化的东西，好怪啊！没尝过，试一下。熟悉的味道，如何这面？终于有了肉饭，念。
这个味道怎么闻着这么美国呀？就挺美，因为美国有蔓越莓技术。这玩意儿画成它那个，对，哇，真的，美国人应该会喜欢这个东西。美国人得爱这玩意儿。欢迎来到前锋站，不是那个前锋，那个前锋是足球运动员，这个前锋是农场。如果今天出现在这儿的是足球运动员的前锋，那我们大概在前福铁路沿线有前哨农场、前锋农场、红河农场和二道河农场等多个农场，而这条铁路最重要的功能也是为这些农场提供一个高效的粮食外运通道。很反直觉的一点是，虽然铁路早在1982年就通到了距离这里只有几十公里的前进镇，但再往东的前府线直到2011年才全线通车。作为对比，中国北极漠河在1982年就已经接入了全国铁路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用卡车在平路上运粮食比在林区拉木头简单得多，所以这边就没那么着急。凌晨0点15分，欢迎来到佳木斯站。是的，从出发到现在这7个半小时里，我们一直都在佳木斯的管辖范围内跑。所以说，不仅新疆和内蒙的地理跨度很恐怖，黑龙江其实也是。论铁路里程的话，哈尔滨到抚远其实比哈尔滨到大连都还要更远一点。正常来说，我们会在本站停车20分钟，但现在列车已经晚点了20分钟，不知道要停多久，车随时可能关门跑，就不下去放风了。远处一台东风11机车驶过，不清楚是不是把我们从抚远拉过来的那台。按说停车时间是足够换一次挂的，但全程我都没有感受到新机车挂上的那一下的冲动，不知道是大车师傅手艺好，还是压根儿就没换。0点32分，列车离开佳木斯站，驶入绥嘉线，继续向哈尔滨方向前进。今天凌晨3点多就醒了，又在抚远跑了一整天，现在已经是强撑着在拍摄了。时间不早了，那就晚安。早上好，现在差不多6点1刻。昨天晚上睡得还行啊，但是我们俩在不同的时段醒了。然后我说这个站有巨大冲动，他说那个站有巨大冲动，反正就乱七八糟了。但至少，嗓子的状态现在还可以。这边其实还是挺干燥的，但是跟后边的那些地方相比，今天应该是最潮湿的一条。列车在呼兰站临时停车，不知道是不是要代币什么东西。对面进来的是漠河经由哈尔滨开往绥化的快7037次，估计在哈尔滨得下班车再上班车。呼兰是哈尔滨市的一个区，著名脱口秀演员呼兰就出生在这里，而萧红的《呼兰河传》书名也是取自呼兰站南边一点的呼兰河。通过呼兰河后，列车逐渐接近松花江上的滨北大桥，俗称东江桥，是中国第一座公铁两用桥。但列车并不会走这个1933年通车的日本人设计的老桥，而是走旁边的新桥。2006年的调查发现，老桥承重钢梁至少有107枚铆钉脱落，其他地方也有各种各样的结构裂缝或者基础下沉，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座危桥。所以老桥被直接封闭，甚至没有像更老的中东铁路老江桥那样改成观光步道。但是据说还是会有不少钓鱼佬走小路上去展开空军基地。新的滨北线松花江公铁两用桥通车于2016年，上层是哈尔滨三环路，下层是复线化改造后的滨北线。老桥所承载的那段英勇无畏的历史，我们从未忘记。如今，一道新的大桥已然飞越南北，沟通大江两岸继续前进的职责，就由年轻的后辈来完成吧。哈尔滨东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高站台火车站，并不像哈站那样有漂亮的复古装饰。这片地区还有一个名字叫三棵树，据说是因为几百年前这里曾经有3棵巨大的榆树。那个著名的3棵树机务段就在哈尔滨东站边上，配出了大量在东北跑得很开心的内燃机车。抚远过来的这辆车没有餐车，也就没早点吃，所以在开工哈西之前，我们还是先把早饭解决吧。想了半天，早饭是吃麻辣烫还是烤冷面，最后选择来了肯德基，因为比较简单，而我们时间呢也不是很充裕。
现在7点55，下一趟车是10点10分左右，在哈西，而我们现在还在3棵树。今天午饭饭点我们在动车上，所以早饭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挺想能有个大围带的。接下来我们要临时离开一下国铁系统，搭乘哈尔滨地铁从哈尔滨东站拱到哈尔滨西站。哈东并不在哈尔滨比较市中心的位置，稍微有点偏，于是这里也就成了地铁1号线的起点站。列车开往新疆大街方向，那么就让我们坐上列车，向着新疆继续前进吧。本次列车终点站新疆大街。没得选，没辙，就这样。后流车。动566次由俗称驴的老款 CRH5G 5068电力动车组担当，这是一款源自法国阿尔斯通技术的和谐号动车组。也不知道欧洲人坐火车是不是不喜欢看风景，这些欧系车普遍都有不少靠窗座位，面对的是能有效提高你在车上上班工作效率的墙壁。我们这里是这节车厢最靠近端面的1排 DF 座位，如果是1车在前运行，那我们就将独享一个专属于第1排的小窗户。但不好意思，今天8车在前，椅子转过来后，小窗户就分配给了我们背后的行李和几个正在用墙上插座充电的手机。但好歹椅子放倒一些后，窗户还能有个小角落给我，没办法了，凑合一下吧。接下来这段路程，我们从哈尔滨西站出发，走京哈高铁一路向南，途经扶余、长春、铁岭等地，抵达沈阳北站。随后我们会转向西北，在新民北站转向新通客专，并于下午2点48分抵达通辽站。全程795公里，正点用时4小时37分钟。是的，很难想象哈尔滨的通辽比哈尔滨的抚远近这么多，并且走沈阳北去通辽的话，其实还有点绕路。虽然说有普速车走四平、双辽那边能近一点，但我还是想要一个没有烟味的舒适空间休息一下，并且驴子跑得快，到通辽还能逛逛。最主要的是，通辽产羊，这顿晚饭可得舒舒服服的好好搓一顿。虽然我们已经离开了北大荒，但窗外仍然是连绵不绝的田野，看起来种的应该是玉米。东北的农田非常平坦，可以说是全国最适合机械化农业的地方。这样广袤的玉米地，成熟后联合收割机来收割的时候，一定是非常壮观的景象。最近东北的铁路上到处都是粮食运输车，这些专用车厢每一节可以搭载70吨粮食，车内为漏斗型，装货时从车顶装入，卸货时直接打开底部的舱口，效率非常高。但这些粮食车都在普速线上跑，高铁在客运专线上跑的话，就很难看到它们了。你看，看完日出之后的福远。来，这个是45的，啊，这个是35的。现在看多这10块钱，好像还是很有道理的。没关系，来加肉，加肉，下，这10块。好了，现在才变成45。对。所以说早上在 KG 要抓紧时间多吃点。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是那种速封的高铁冷链盒饭的话，我会觉得虽然是微波炉预制菜，但好歹也是炒出来的。但是自热米饭就总给我一种高级方便面的感觉，即便它的味道其实还行。不过正如8816的加肉，中午这顿最好吃的还得是哈尔滨红肠。别人都出来做烟，就你出来做肉肠。因为不抽烟，所以要缓解一下刚才的心情。好吃吗？这个？这个烟熏味儿还挺重。这哈尔莲好像是烟熏味最重的，比丘陵的要重，丘陵的那个味儿比较清淡。这个时候我就又要不得不说了，我还没有尝过山尾的什么味儿。这一趟关于山尾红肠还有这么个故事。前2天我坐1203到哈尔滨站后，打车去机场赶去抚远的飞机。上车时，司机师傅帮我把箱子放在了后备箱；下车时，我去把箱子拿下来，然后就看见师傅后备箱里边有3大箱礼盒装的山尾红肠。当时我大脑直接宕机，愣在原地目送师傅一脚油回城。现在我特别后悔，应该问一下师傅能不能300块钱收一箱。多年前有幸尝到了山尾红肠的那股味道，至今仍然萦绕在我脑海中，是真好吃啊！这下子又得再去一趟哈尔滨了，这回跑个什么关呢？又回到了熟悉的沈阳北站。其实我们明天坐的通辽到包头的那趟快1565次是今天晚些时候从大连开出来，途经沈阳北和通辽前往包头，所以理论上我们完全可以在这里下车，凌晨登上前往包头的火车，还能省一晚上房费。但通辽毕竟是没去过的地方，还是开新地图去吃羊更令人期待。
从沈阳北站发车后，列车会向西北方向拐个弯，途经黄姑屯，并在新民北站离开京哈高铁，驶入新东客专，向北前往通辽。新东客专几乎全程都和大正线平行，我们也终于可以在高铁上看一看隔壁的货车都拉了些什么。欢迎来到协和飞机之城科尔沁草原腹地，孝庄皇后出生地，全国重要羊肉产地，面积人口均为1T的某著名耗子老家通辽。可能是因为通辽的科尔沁羊实在太有名，所以车站的广告栏反倒宣传起了通辽的牛肉。不过我们到了这里才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通辽这个协和飞机从机头的霍林郭勒市到一根的科尔沁左翼后旗，足足有400多公里。而通辽可玩的东西绝大多数都如同星星一般散落在协和飞机的各个地方，比如那个著名的可汗山就在机头那边。我们这种就在市区停10几个小时的，撑死了也就够看个通辽市博物馆再吃顿饭，那就逛逛博物馆吧。其实通辽这个地名1914年才因为这里在通往辽宁的路上而出现，之前更多的是叫哲里木或者科尔沁。如今的通辽主城区就位于科尔沁区，而美味的科尔沁羊则是研究人员于上世纪60、70年代使用新疆细毛羊、澳洲美利奴羊和蒙古羊杂交出来的品种，不仅产肉率高，产毛率也高，是非常理想的经济型养殖品种。既然到了科尔沁区，晚饭咱们就来点科尔沁羊吧。这3盘肉加一块48块钱，而且是正常尺寸。哇，这就是内蒙吧？这个虽然是团购，但这个价格确实，只能说产地的这个因素很重要。哇，产地直销是这样的。哦，这个羊肉。它很香，然后它是有一股非常，我应该说优雅的一股清甜。哎呀，这个总体上是一个很迷人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内蒙的风格，就是它这个跟这麻酱里边花椒味儿特别重，就我觉得会有一点把肉的味道盖住。它有没有不酱味儿？对，那肯定加了很多花椒油。但肉是真的很不错。啊，原产地啊！大概这就是原产地吧。虽然说科尔沁羊在全国很多的地方都能吃到，但这么新鲜的大概只有通辽本地才能以如此 bug 一样的价格享受到。再配上充足的新鲜蔬菜和奶豆腐，这顿饭大概要被我们念叨好几年了。不行，通辽以后还得再来。吃饱喝足回酒店，我估计得在酒店下边这健身房得跑步机上得溜达会儿。哇，这没少吃。明天又是凌晨出发，晚上就简单活动下好了。不过睡觉前必须先把素材备份完，上百 G 的珍贵素材只留在一张比指甲盖还小的存储卡里的话，我这一路都得心惊胆战。考完卡确认素材完好，就赶紧休息吧。时间对我们俩来说也不早了，那就晚安。现在是早上4点50，我们要出发，去赶前往包头的车。通辽站于1921年设站，而当前版本的通辽站站房于2018年完成扩建改造，具有浓厚的蒙古族特色。就是这个普帖的翻译 Universal Speed 多少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我们的快1565次停靠在1站台，是一个非常舒服的高站台。今天这一路都会是很壮观的内蒙古大草原的景色，所以嘛。早上5点45分，快1565次晚点3分钟发车，走通霍线开往通辽北站方向。这条通霍线连接着通辽市区和辖区最北边的霍林郭勒市，像航电线束一样从协和飞机机头贯穿到机尾。刚才靠站台的一侧是这人硬卧车的过道侧，所以铺位侧的窗户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发车后，快1565次会先走一小段通霍线到通辽北站，转上吉通线，在白天横穿科尔沁草原和锡林郭勒大草原，随后在奔洪站转入吉宁到2连的吉2铁路，开到吉宁南站，再转上京包线一路向西，过呼和浩特站后驶入京包客专线，最终于晚上11点48分抵达终点包头站。全程1301公里，正点用时18小时6分钟。
出通辽站后没多久，列车就会通过西辽河，其上游的西拉木伦河是当年西凉王朝的母亲河，而通辽北站呢就在通过西辽河之后没有多远的地方。墙上还有一幅应该是表现吉中铁路京彭展现风景的壁画，本物机车还是一台和颜内3，说明这幅画并不老。不过展现虽然风景很好，列车绕来绕去还是会消耗大量的时间，所以伴随着现在机车功率越来越大，动力越来越强，京彭展现也和许多其他铁路展现一样被截弯取直，在地图上变成了一条直线。不知道改造方案是新关角隧道那样的超长隧道，还是新修了一座长到夸张的大桥。我们几个小时后见分晓。列车现在已经进入吉通铁路，正在以接近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运行。吉通线的电气化改造工程去年11月才正式完成，所以目前仍然有大量的列车由大阪机务段的内燃机车牵引，包括我们这一趟。福远站买的这盒蔓越莓干的味道还真不错，并且因为有充足的糖分，在今天这种早饭还没来得及吃，而小推车也还没有过来的时候，就很适合客串一下能量胶。不知道这盒蔓越莓干能不能坚持到西极，在西极的山顶上享用来自东极的蔓越莓，这可太浪漫了。我们搭乘的这节硬卧车厢编号060848，属于吉中铁路公司。地方铁路公司的车有时候会有国铁车没有的一些设备，比如硬卧隔断里边的插座。国铁的6拐或者68号段开头的硬卧车，一般只在过道里才有2到3个插座，而吉通的车则是每个隔断桌子底下都有自己的插座。一般来说，这是软卧包厢才有的待遇，这个就真的非常方便了。不过可能是因为隔断里的插座其实也都是后期改造了，功率就被限制在了100瓦，而原装软卧包厢的插座一般都能跑到200多甚至300多瓦。但其实充手机或者充电宝的话，100瓦完全足够了。再暴论一点，就算它只有30瓦，那也比五福一安甚至没有强都不知道哪里去了。我想吃啊，我是会喝的，真的想吃。吃早点。哎，昨天还剩一根肠，刚买的面包。油是刷的，植物奶油面包，有汁不错，要啥子有的。哎呀，真的好难吃啊！果然还是这个好吃。独立真空包装的哈尔滨红肠真是个好东西，又美味又方便，肉还多。虽然哈肉莲和丘陵各有千秋，并且都很好吃，但还是我的伤尾啊！目前列车在临东站附近，这些黄色的罐车运输的是浓硫酸，因为其显而易见的危险性而被漆成了亮黄色。不过这边这些同样是黄色的车就完全不用担心泄漏的问题。这2位是导固车，是一种大型养路机械，作业时把底下的那些棒子插入钢轨下方的道渣中，然后使劲挤压抖动，使道床更加密实，提高道床的缓冲性能，并消灭一些道床的病害，对列车的平稳运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欢迎来到临东站，这里位于赤峰市巴林左旗，我们在这儿停车3分钟，随后继续前往下一站大阪。这些银色的就是普通的油罐车了，有些有内燃机车的机务段甚至会直接把满油的罐车拉进段里，然后把要加油的机车停在旁边，接根管子过去直接加油。但好像油罐车并不会在车体上特别区分里边装的是多少标号的柴油、汽油乃至航空煤油，直接就是一个银色罐车拉出去跑。哎，这怎么还有硫酸罐和油罐挂一块儿的？估计都是空车吧，不然这2个装满了挂在一起，这也太吓人了。欢迎来到大阪站，不是那个大阪，那个大阪在日本，这个大阪在内蒙。如果今天出现在这儿的是日本的大阪，那我现在大概在跟世博会吉祥物大眼瞪小眼。这里位于赤峰市巴林右旗，是吉中铁路重要的枢纽，赤大白铁路和巴新铁路从附近通过，而吉中公司的大阪机务段也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在这边换挂。
之前把我们从通辽拉过来的出金号东风4D 3335机车到这儿就下班回家了。另外一台东风4D 3210机车会接班带我们到吉宁南站，之后会有别的电力机车继续带我们到包头。其实现在国铁挂车时并不追求完全的勾响车不动，毕竟粘式车钩的结构要求机车带一点冲击力才挂得牢。但今天这个确实是向我们证明了机车后边这节空调发电车转向架令人安心的可靠性。说了空调发电车，由于吉隆铁路的25改客车比较新，用的都是600伏直流供电，所以这节发电车也是比较罕见的红头插座600伏直流发电车。而国铁绝大部分发电车都是灰头插座380伏交流发电车，给那些老一些的空调客车供电。吉隆公司用直流客车还有一个好处，列车在进入吉隆线前和离开吉隆线后，本务机车一般是荷叶电 3C 电力机车，而这款机车可以直接向客车供应600伏的直流电，所以这种时候发电车里的柴油机就能熄火歇着，节省大量的柴油，又环保又省钱，算是非常理想的配置了。列车离开大阪站，继续向包头行进。横贯第1集的旅程到这里差不多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也要去餐车吃饭了。至于午饭吃了什么以及味道怎么样，我们留在下期揭晓。下期视频中，我们将坐着火车抵达包头，中间还差点被偷了一个虽然不是很值钱，但对旅程极其重要的东西。然后我们会转向南前往西安，在西安一顿吃喝玩乐后，最终坐上开往喀什的超长距离绿皮车。感谢一路上所有铁路工人的服务与协助，也感谢您看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欢迎点赞投币、收藏、关注一波，你的支持会帮助我们产出更多更好的视频。若您对这期视频有什么看法或建议，也欢迎在评论或弹幕中提出，这会极大的帮助我们更好的讲述后边更精彩的旅程。旅途辛苦啦，大家看到这里也辛苦啦，那么我们下期再见。